好吃，超级好吃，也很好吃，好吃，好好吃。不管昨天怎么过，今天是全新的一天。觉得说，这面包为什么可以做成这样？我就一直很想来这家店实际看看。我一进来就很喜欢这边的场地，一看到就觉得，好是我的菜哦。金贝贝也很喜欢，因为它是用牛骨汤去熬的嘛，所以就是你吃到嘴巴的时候，又跟那种热食的强烈不一样，因为毕竟它是冷的，所以它是有一种淡淡牛香，然后但是在口腔里面整个环绕感。36500天，今天你想怎么过？出门前麦克风接上 iPhone 却无法录音，后来总算找到解决方法。频道另有一支完整讲解 DJI 麦克风录音技巧和优缺点的分享。我们首先来到换钱所，这里替大家整理了台币兑换韩币的3个重点。第一，首尔换钱汇率会比釜山来的划算，其中又以明洞的汇率较佳，推荐一品香、大使馆、Moneybox 换汇所。第二，换汇时确认不收手续费。第三，一定要带护照。根据我们20天的行程走下来，在韩国的消费多数都可以刷卡，只有地下街购物、小吃摊、交通卡储值以纸钞为主。绫罗岛主要贩售平壤冷面，在2017年入选米其林指南评审推荐餐厅。他们家的面条是荞麦制成的，而餐厅内正好就摆着一台制面机。这餐我们点了平壤冷面、拌冷面、绿豆煎饼。它在乐天百货对面，所以你要是逛完街，大家一定都会去乐天的免税店逛，逛完之后就可以立刻来这边吃饭。现在要吃的这个是就一般的平壤冷面，大家可能平常在韩式料理店也有吃过。那这一样有蛋丝跟2片牛肉，它的组合跟拌冷面是一样的，差别就是在它有汤，所以我们先把它稍微搅开一下，因为它现在是一整球。好，我来吃咯。入口之后，它的那个汤头的味道蛮明显的，因为它是用牛骨汤去熬的嘛，所以就是你吃到嘴巴的时候，那个牛骨汤味会蛮强烈的上来。对，然后它的强烈又跟那种热食的强烈不一样，因为毕竟它是冷的，所以它是有一种淡淡牛香，然后但是在口腔里面整个环绕感一点。那但是这跟有时候我们在烤肉店，像昨天在烤肉店吃的那种冷面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像大部分烤肉店的冷面，它是比较酸酸甜甜，然后给你加芥末酱的。现在要来帮大家试吃这个是拌冷面，传说的很辣的辣酱，到底会多辣呢？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吃麻辣锅也是会很能吃的那一种，所以蛮期待它这个辣度。这个面真的非常长，好，来试吃看看。我觉得它的辣度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不会真的很辣，但是就是慢慢的大概过一段时间，它会有点吃进去你的舌头，不是泡菜，比较像是拌饭的那种辣酱，然后咸的味道，然后再配它的酸萝卜，它就淡淡清香，就会蛮配的。我觉得它这个面的分量蛮厉害的，蛮大的。然后还可以再加面，对，它菜单上还写说还可以再加面，自己认为这应该已经算是2碗半的分量。那接下来吃看它的牛肉，就很像我们一般在台湾买得到卤牛肉的味道，配那个辣酱，其实就蛮好吃。在绿豆煎饼的回合，我跟金贝贝立刻拆分成2种派系。他喜欢干爽如印度烤饼的饼，我喜欢像大阪烧软糊带面粉香的饼，因此他觉得这道绿豆煎饼爽口好吃。我就是直接让给他吃。客观来说，平壤冷面的牛骨汤头清爽淡雅，不过我们一致认同，如果能在热天来享用这顿餐点就很完美。这次与他相遇是在冷冷的冰雨天，稍显可惜啦。
嘿嘿，我已戴上在乐天百货挑的新帽子。想知道百货的必买品牌，影片最后还会再跟大家介绍哦，记得要看到最后。圣水洞这一带以前大多是工厂，现在转型成为了潮流艺文商圈，聚集了数十间特色咖啡厅，想待一整天都没有问题。像是以工业风著名的大林仓库，或主打灰白色调、极简风的檐帽庄，就连路过的咖啡厅红砖外墙上贴满疫情时广泛使用的圆形小贴纸，好像都变成了富有内涵的当代艺术。圣水联邦在2019年开幕，距离圣水地铁站3号出口仅需步行5分钟。这块以化学工厂改建而成的复合式文化空间，有酒吧、餐厅、书店、文创小物等商家，令我想起台北的华山文创。其中3楼的天上家屋以著名的玻璃温室闻名，也是 IG 人气打卡名店。整个园区一共3层楼，有许多适合拍照的角落。那就让我在此示范给大家看看，如何平凡无奇的走天桥。看肢体障碍者平凡无奇的跳舞，1、2、3、4，2、2、3、4，3、2、3、4。大家有看电影《寄生上流》吗？主角一家人住在半地下室的屋子，这种建筑是1970年代用来躲避空袭的避难场所，现在则成为某些人的住家。在商业活络的圣水洞，则是一家文创商品的店面。这次来圣水洞的重点，就是我们正要前往的这家 Newdeck， 白墙与红漆，简约又抢眼，外形像极了美术馆，反倒难以想象是间咖啡厅。光是踏进这家店，就会立刻被眼前所见深深吸引。黑色大圆桌上，这巨大到离奇的蛋状物，好像甜点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存在，被一个个奇形怪状、颜色特异的糕点环绕着，宛如电影配乐的音效，瞬间让我有种乱入电影场景的美好幻觉。Newdeck 是著名眼镜品牌 Gentle Monster 跨刀甜点界的旗下品牌。而说到 Gentle Monster， 相信你们大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一家咖啡厅会敢冒险营造出这么奇幻又前卫的风格了吧？这些指甲大小、像石膏像的，通通都是糕点。彻底模糊了食物与艺术间的界限。我们抵达时约晚上5点，有部分商品都已经售完了。如果心中有绝对不想错过的点心，建议你可以提早前来哦。这个服务生送餐哦。对。圣水洞，因为这边是现在最流行的 IG 打卡景点，然后它有结合一些比较艺术跟文创风格，所以我们一直很想来一探究竟。然后那时候就在看附近的咖啡店的时候，我就有被这家咖啡店吸引，因为我看到它的面包就是做的很像石膏像，就整个白色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面包为什么可以做成这样？我就一直很想来这家店实际看看。然后就实际来了之后，我一进来就很喜欢这边的场地，一看到就觉得，好是我的菜哦，这样子。然后现在适合我们2个人的风格。对，因为金贝贝也很喜欢，他就是一看他也是觉得，这个就是他喜欢的风格。它整个包含它的
不管是这个面包本身，然后还有这个空间的陈设啊，我觉得都很有巧思。像它椅子是做这种大圆桌，然后大家围着坐。这一款是我们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蛮想吃的，因为它有点像可颂的感觉，然后里面有馅料。然后这一个它是店员推荐我们的，那他说这个里面是cheese，然后我们看它应该是有马斯卡彭。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可以试试看。那他有强调说这个要先吃，然后再吃这一款。你也可以听一下它的音乐，就是跟一般咖啡厅会有点不一样，还有另外气氛。马斯卡彭好好吃啊！好像一切只要有马斯卡彭，世界就很完美。像提拉米苏也是，你吃吃看。啊，蛮好吃的。对啊，只要有马斯卡彭，东西就会变好吃。它的奶种口感、触感就类似诺贝尔那种，但是在对软绵一点。诺贝尔比较像果冻一点，对，它又没有那么像果冻。然后，但是它起司味浓很多，那个诺贝尔感觉比较偏奶油，感觉上应该有在加一些香草籽哦，这应该就是香草籽吧？有可能哦，有些黑点点，有可能对。巧克力呢，有点像在比较精致的 Oreo 饼干。啊，对。我觉得这里的音乐这样配起来就很像电影里面的那种啊，你特别要吃一个五星响宴。哦，它也很扎实，它整个要流汤，它流汤了。对，它就是我看切得很美，一刀两半。旁边的客人吃了之后，这个就流了整盘，很多，所以他就不准你外带，怕你想说带回去吃它的汁这样子，对，会影响它的美感。它这个壳感觉比较像可颂类型，对，蛮酥的，它实在不太好切。好，它的断面，这是它的断面的感觉。可颂不是有一边是比较厚厚的那一种吗？对，它有一点像那样子，然后上面就是可颂那个酥酥的感觉，所以难怪很多人点，因为你就一次可以吃到可颂的酱。我也蛮喜欢可颂的，因为可颂有那个油香，就是可颂的那个酥酥的，知道那个吗？而且有口感。对，但是它算是蛮甜的。对，以抹茶来说，因为抹茶我个人都会很喜欢无糖的那种抹茶，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蘸很多酱。对，但是这个抹茶也有点像京都的那个抹茶，他们也是会加糖啊。鲜奶油吧，我觉得像是很浓很浓的抹茶拿铁。口感比我想象中的好很脆，然后这个黑应该就是炭香，很像嘉义很有名那种煮炭的苏打饼，炭味，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就是有那个可颂香，对不对？有。你知道我讲的那个可颂香，而且可颂就很喜欢那个表皮有点脆脆的。对。这个的话，它也有点像蝴蝶酥的那种表皮的，对，有点像蝴蝶酥。脆脆的很好吃，但是不会觉得有油耗味。但这两个你会选谁？这两个，我觉得我可能会选可颂因为马斯卡彭，对我觉得是马斯卡彭的功劳。但是这个可颂毕竟我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想要重现它的口感，你就买一个可颂，然后买抹茶拿铁配在一起吃，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它的确还是有它整个情境的加分，例如它那么黑，然后配上那整个感觉的艺术感，还是有帮它加很多分，会让你觉得你在这环境里吃得更开心。它的光线比较暗一点，所以不明显，对，它是微微的渐层，然后现在再把它慢慢搅开。芝麻咖啡，不知道有没有加牛奶，淡淡的芝麻味，好像没有到说超浓，可是它也没有到咖啡很苦的那种感觉。你喝喝看，好喝
我觉得好像应该说大家无法想象芝麻配咖啡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可是都可以想象抹茶配拿铁是什么感觉，但是芝麻配咖啡你配不好，好像整人的饮料。以我一个咖啡麻瓜来说的话，我觉得浓淡算刚好。它这个感觉很浓稠，上面我已经感觉是一个奶盖的那个 cream 在上面了。好，嚼，喝了。这个味道很普通，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就是如果点我要抹茶拿铁，然后10杯喝起来大概有个7、8杯都类似吧。这个饮料跟可颂的内馅我觉得蛮像的，就是他们感觉师出同源，说不定就是同一种东西，但是不同形状。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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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已知路路口，后一站已知路门口。回程我们去了明洞的 Lemon Mart， 看到水果区，二话不说就先拿起这个不认识的水果。最开心的是我们买到了水梨，一颗大约台币40元的梨子，水多又脆，买一颗赚一颗啦。这里莫名被放了一罐这个，对，是这样。这个圈圈，你看我有抓这边。4个圈食物的地方，是不是？对，就源源不绝的食物，美食街。回饭店前顺道去明洞圣堂散步。这座拥有100年历史的教堂是韩国第1座哥德式建筑。好了，也是蛮漂亮的。对啊，整个像大花园这样。对，所以其实还蛮漂亮的。空间很宽广。对。然后晚上那点灯，其实有一种风情，就是一种被城市围绕的一个小公园。对。在繁华喧嚣的明洞商圈里，只要踏进这个神之领域，好像就开启了天然降噪模式，自动隔绝了都市的嘈杂。如果逛街累了，不妨来这区域走走吧。接下来要进入大家都很好奇的乐天百货必买品牌以及韩国大创开箱咯。9到12都是免税楼层，然后我买了这个帽子，这个 MLB 的，然后这个是你买的那个背包 ，Villa 的，因为它现在在韩国买的比较便宜。它上面标价20，结果结账的时候说19。哦，对，因为他说因为汇率的关系，对，好像每天的汇率会有一点调整。对对对，然后像他回答当下，他也是说这多少美金，然后就跟我们讲一个汇率的数字，我已经忘记了，对，一组密码，然后你就现场立刻乘这样，所以这原本标价他写20美金，就突然变19美金，还蛮开心，就是赚到耶。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最多人的其实就是像Villa， 然后我这个帽子的这个 MLB 这2家店就是超多人要排队。然后免税店的款式好像会少一些，但是真的就是方便。对啊，因为像我这顶，这顶是有超过，我记得好像是3.9万那类的，所以是可以退税，可是就是也买不多。像有些人他们就会狂买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到明洞商圈那边也有一家 MLB， 然后也有 Villa， 然后货品很多。然后免税的优点就是像我们其实都不是买很大量的人。有时候其实买一点点觉得很开心，然后还有这个 Nonfiction， 因为很多人都会去汉南洞特别去买这一家香氛的品牌，免税的楼层很好，就是说，因为我们好像也不会买到太多，它就可以直接免税，所以也是可以推荐大家。然后还有当然那些 Olivia 啊、美妆品这些店全部都是有，所以你就是假设是要买有品牌的东西，这边一次买完也是蛮 OK。然后明洞优点大概还有就是都开到很晚，像是我去买这个化妆品、保养品啊，因为原本是想说看那个免税楼层有没有，但是好像没看到，然后所以我就直接还是在明洞那边买了这样子，就这个牌子的。哦，可是这牌子也不错，它也是现场退税。对对对，它就是直接，它优点就是说它直接就现场退税给我，所以就我也不用再跑去机场弄那些有的没的，很方便。我就买一些眼霜啊，像还有这个眼影，就那种大地色系的。他们家的大地色系还蛮多
就是美妆网红都会推荐说算是不错用。然后像这就粉底液，然后这些都是他送的赠品，然后其他这些剩下都大创的东西。没有哦。还有两个梨子跟那个是我们就自己刚好路过地下街，然后就想说，因为这次袜子其实没带几双，想说就立刻现场买，所以就买了7双1万的袜子，那就是普通啊，我们就包色就随意买。我们从圣水洞回来 ，Lemon Mart 就买了1颗才2000块钱而已，很大颗很重。逛完明洞教堂回来往前走，去到另外一家，然后它的售价就比较贵一点，像是同样饮料的价格就比别人贵，然后还有芝麻油价格也比较贵。反正我觉得大创也其实跟超市一样，也很适合买零食。像是这个是1000块的饮料，1瓶1000，然后我们在别的超市看到是1瓶1500。这个 HBAF 就是你几乎可以一直在明洞到处都看到，然后可是它都是大包装的。我们也想说，就是买几个小包装试试看口味好不好吃。旅行用的缺的一些小东西都可以。对，选了一些感觉比较偏草本的，那也是1条才1000块。这是一个疗愈小物，它就是混滑鼠，你的滑鼠就可以这样。这是一只对它暹罗猫，蛮好摸，很可爱。所以就是明洞到底还有没有值得需要来？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都会到明洞换钱的话，你还是可以逛逛这些大品牌的，尤其像是乐天的免税楼，就去晃一下，其实也才4层楼，然后逛完就可以一次看到这些商品。明洞优点大概还有就是都开到很晚，你会觉得很安全啦。对，我觉得好处就是可能也因为外国人多，当然卖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给观光客的价格，但是整体的环境至少是很安全。不会讲英文或韩文，其实几乎你都会怀疑整个明洞的店员是不是全部都会讲中文。哦，真的，几乎你只要就偷偷听到，大家就都会讲中文。对，他们平常聊天是在韩语，但是就是都会讲中文。对啊，所以其实应该是在这边，你就算就不用担心沟通障碍的问题，买什么应该都有人可以帮你解答。不过我们自己是没有吃那边的任何小吃啊。自己想象，它可能就比较类似我们自己在可能比较观光景点的一些食物。那通常呢，可能不一定是最好吃的，但是它就是很方便，毕竟它也就是在一个地区里就集合了很多种不同各式各样的，很新鲜、很有趣。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光客的一天。那要不要讲一下今天的行程里面特别喜欢的？我特别喜欢的其实是在圣水洞的那家咖啡厅。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它环境做的还不错，很像电影场景，电影里面的一些特殊用餐场景。对啊，而且它音乐也很像电影配乐，所以就极力推荐推。但甜点有点太甜了，后面越来越吃的就是没有啊。那所以我们2个人点了2个啊。他如果你2个人点1个，其实就还好，这样分着吃其实。但你看，我们今天就只有吃冷面跟那个甜点，那甜点已经占了我们晚上的热量。所以等一下要吃梨子。好，我们到时候还会试吃，然后跟大家报告说这些到底好不好喝，这好不好吃这样子，或者是它大概味道如何。我们明天要去哪？我们明天要去景福宫吃土俗炖的鸡汤，然后逛景福宫，然后还要去首尔的美术馆，然后最后去益善洞的咖啡厅，大致上是这样子。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咯。拜拜，晚安。下集要跟大家分享有个神秘小物，在台湾很常见，在韩国药妆店、超商却都找不到，可以留言猜猜看是什么，我们下集揭晓。韩国吃饭的那种汤匙大小，然后这是它的饺子，它连续从2017年一直到今年都有拿到米其林必比登，也是一个排队名店。我们今天是免费，好开心哦！抓不到，飞起来，好像枕头怎么会抓不到？它好会飞哦！你不是很会打蚊子吗？可是它飞得很难预测。Free today, you can see 2 exhibitions. 我完全都没有算，这是靠 lucky。真的是蹭啊！有啊，但谁敢做啊？
喜欢我们的影片，赶快订阅哦。